改秩序。今天要跟大家聊法布斯的主题。法布斯多的人除了读书容易、学习快速，他还能做什么？内容辛辣，还是希望大家能听下去 hold 住，这非常非常重要。若听不懂我在讲什么，在我 YouTube 频道里找同名影片，我有上字幕。有想听我 YouTube 频道上任何一支主题详细版本，也可以留言，有反馈的可以帮助我做出你们想听的内容。在前面的影片中有提到法布斯的简单定义，法布斯是给予对方正确的观念和知识，符合宇宙的标准，让你前进成长和投胎到舒适好地方，或者是课业和工作上的技巧这类好观念，不是个人主观的观念。法布斯多的人除了读书容易、学东西快速、智商变高，还能有什么优点？若集体意识法布斯够多，这地区的智商会整体提升，也会有非常多治疗脑部疾病的药可以用，即使是重度失智症也能轻易逆转。相反的，集体意识反制的思想很多，就会引发各种天灾降临。依大藏经说天灾的形成，集体意识的贪婪心引发水灾，集体意识的嗔恚心引发火灾，集体意识的愚痴心引发风灾。为什么反制愚昧看起来跟吸引台风、龙卷风最有关系？为何跟贪婪、嗔恚心又有关系了？只要有智慧，知道自己没有福报拿那么多东西，也不取不属于自己的财物，别人伤害你，宇宙要看你如何面对战胜它，而不是看你只会发怒、怨恨、抱怨。集体意识也不会帮大家吸引一堆负能量，引发各种天灾。看起来的天灾，说穿了，降临在人类身上的天灾不就是人祸吗？那不降临在人类身上的天灾就不属于人祸吗？这也不是没有那么关联的事。贪嗔痴少的高等外星人和天人，或者完全没有贪嗔痴的净土世界，那些灵性频率高的诸佛菩萨圣者们所居住的地方，都是灾害极少或全都没有灾害的地方。相反的，平凡人却很容易生在这种地水火风能量大量聚集混乱的地方，然后就会怎样？用一句外道常说的话来形容，就是业力引爆，越愚昧就越容易引爆。毕竟佛教不讲业力引爆，会讲因缘具足，事情就发生了。那只有个人法布施少，愚昧反制的业造得很多会如何？我想有听经的人知道是跟畜生道的业相应，但我认为贪婪堕恶鬼道和嗔恨堕地狱道也与法布施太少、太愚昧有关。只要有智慧，可以转化贪婪心和嗔恚心，也可以减少掉入三恶道的风险。而科学医学证明，认为脑部疾病失智跟饮食、生活环境、生活习惯不良、基因有关，但愚昧其实也跟脑部疾病失智有关，这是被人忽视的点。所以到底是先愚昧反智让脑部病变，还是先脑部病变让人做出愚昧反智的思想言行？这是一个蛋生鸡还是鸡生蛋的情况，我没有像诸佛一样这样强力广大的宿命通记的，我也不清楚。但我从大藏经里文字的蛛丝马迹推敲，是愚昧先让脑部病变。若有高手有不同见解，可以引经据典，欢迎留言教导大家。想要长保多生多世，生在好环境，有好的原生家庭，有好的读书就业环境，有好的老年养护，不想生在自己会后悔的国家和环境，然后生生世世复制悲剧，
灵魂暗夜走了几千几万几亿年没有出离的机会，这种风险管理一定要注意，法布施是不可能不做的。一个选择错误，也许会连续踩到坑，最后又掉到更深的洞里，过几百几千几万世才爬到人道了。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，应该说有很强的宿命通本事的修行者，但这种事是很常见的事。也许有人会想，当动物很幸福，也不用做事，也不用烦恼太多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当动物是无法想太多，脑袋混沌，想不明白，不知道那个是烦恼，不是烦恼变少，也不能全都想成投胎变成受宠爱的动物，不会受到天敌伤害，不会受到食物短缺没东西吃的情况。那有没有想过一种情况，后悔了要怎么到人道来呢？又不是每一只动物死亡前都会有迟到人道的标准5戒戒律，短视投胎变成人，也不会有人帮他们念经超度。我想应该极少数人想要当七尊佛都出世了的那一窝蚂蚁吧。七尊佛都出世了，那一窝蚂蚁一直在做蚂蚁，无法投胎变成其他物种。他们的灵魂暗夜是七尊佛都出世的时间，那个已经不知投胎恩赐总是投身在畜生道的情况，到底是多愚昧才能一直当蚂蚁？有一句话说，地狱门前僧道多。不管这句话是真是假，若贪求欲念，做着不正当的事，打着佛道形象让人误会他们是认真的修行人，带领大众往很偏差的错误方向前进，那这就是非常有可能的事。会不会往错误方向前进，也跟他们累积各种智慧选择决策前进的方向有关。而这种智慧就必须要各种法布施的累积。有智慧的人，他们看清前方的道路距离是非常远的，可能不止这世，下一世下下一世的道路都看得很清楚。没有足够的智慧，或者贪图眼前利益，不考虑做这些事宇宙会带给他们什么苦难，不顾长久未来，是很容易翻车的。从这句话的宇宙底层逻辑看，也适用在公信力很高的团体组织和 KOL 身上。只要影响力大的都会在脱离六道轮回时，也必须要靠大量法布施得到智慧，因为只要有一个邪见就无法脱离轮回。对，只要有一个。你没有听错看错，我也没有讲错，能脱离轮回，这不是少做法布施能得到的果报，这是圣者们多生多世累积的修行成果。以上是多做法布施的功用优点，和不做法布施勤做愚昧反智言行的缺点。希望以上的闲聊有帮助到大家，感谢你的收听。若对内容有问题，或有什么建议和感想，欢迎留言。我们下次见。